所有试图囤货蜗居在住宅别墅里的人，你们都错了。只有重生的我才知道哪里最适合熬过末世。我猛然坐起身，却被安全带狠狠拉回座椅，胸口一阵闷痛，我大口喘着气，一只手还下意识按着喇叭，另一只手捂在脖子上，安全带勒紧的痛感还在持续侵蚀神经。但我清楚，那不仅仅是安全带的疼，还有丧尸撕咬的剧痛，太真实了。怎么会这么真实？我松开按喇叭的手，刺耳的鸣笛声终于停止。这做梦也不能这么逼真吧？我颤抖着拿起手机看时间，6月20日13点58分。我永远记得梦里的画面。丧尸爆发在6月27日，而我被咬身亡那天是9月25日。从6月20日到被咬这3个月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历历在目。哪有做梦能做3个月，还能清清楚楚回忆起每一个细节的？最关键的是，如果刚才不是梦，那5分钟后，要是我不主动联系甲方，他就会打我电话，说工程款下来了，要求把厂房装修改成晚间施工，好应对这几天的高温。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安静等5分钟，验证这一切。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5分钟。往常强劲的车载空调，此刻仿佛完全失效，大颗汗水从头发丝皮肤里渗出来，身上的 T 恤很快就湿透了。我毫不怀疑，要是座椅通风没再努力工作，我现在恐怕早就慌得尿裤子了。14点03分，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刚跳过去，我心里竟莫名松了口气，忍不住拍了下大腿。该死，真是自己吓自己。我抹了把脸上的汗，拿起手机准备刷会视频，放松一下，可屏幕突然一闪，甲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来电显示上。我心口一紧，硬着头皮接起电话，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王总，您找我。小叔啊，工程款下来了。另外跟你说个事，这几天天太热，工人白天干活容易中暑，装修改成晚上施工吧。电话那头的声音和记忆里分毫不差。挂了电话，我握着手机的手还在抖，终于彻底冷静下来。不是梦，我真的重生了，回到了末世爆发前7天。活下去必须活下去。既然我经历过一次体验服，哪怕只有3个月，那些记忆也足够给我指引。我立刻启动汽车往家开。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建立稳妥的后方。老公今天倒班在家休息，我到家时，他正窝在卧室里看电影。我看着屏幕里的丧尸，忍不住吐槽：别看了，再过6天你就能沉浸式体验了。老公以为我在开玩笑，直到我花了40分钟，又是说未来会发生的事，终于让他相信我没疯，也不是想找借口分居离婚。谁他妈拿这种事开玩笑啊？我急得提高了音量。电视剧编剧是编故事，我是那种会编故事忽悠你的人吗？他挠了挠头，小声嘀咕：当初不就是你编故事把我忽悠到手的？话没说完，墙上的挂钟指向下午3点半。我突然想起什么，提醒他4点的时候你妈会给你打电话，说家里厨房水龙头坏了，水喷的到处都是。扯淡，我妈下午在店里呢。他刚说完又顿了顿，不过今天店里停电，她好像说要回家。话音未落，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正是妈。我示意他开免提，他迟疑着按下接听键。儿子啊，妈回家了，店里下午停电了。婆婆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你和小叔晚上来家里吃饭啊？老公的眼睛瞬间睁个滚圆。挂了电话后，他惊疑不定地看着我：你是不是提前知道店里要停电？还不信？我挑眉：别急，30分钟后你妈还会打电话来，你等着看是不是水龙头坏了，趁着等电话的间隙，我打开电脑灯想找找有没有关于末世求生的帖子，哪怕能借鉴一点也好。老公则坐立不安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眼睛时不时瞟向手机。4点刚过，手机果然又响了。老公接完电话，怔怔地看着我，声音都有些发颤：你说的都是真的？那在你说的那个梦里，我和我爸妈我妹最后怎么样了？我的心沉了沉，如实告诉他：你妈在爆发当天死在麻将馆了，你妹在第14天为了救别人没了，你爸和你在家里坚持到第55天，最后……那你呢？他追问。你在咱家躲着吗？我出去找吃的时被咬了，后来我没再说下去，只是用力抱住他。这次不一样，我一定保护好我们一家人。晚上去婆婆家更换水龙头时，我又花了好一番功夫才说服婆婆和刚从店里回来的公公。现在我们一家人终于能坐下来，好好研究怎么度过即将到来的末世。我觉得最坚固的地方肯定是我们银行的金库，墙又厚，还有6面钢板，谁都进不来。老公突然开口，脑洞一如既往的清奇。公公忍不住笑了：你那金库除了结实啥也没有，连水都没有，进去了就是坐吃山空。小叔不是说这末世恐怕要到9月底都结束不了，你准备带多少东西进去？我顺着补了一刀，而且第10天就会停水停电，到时候库里连空气都不够用，更别说活命了。婆婆端着一盘水果从厨房出来，放在桌上。小叔，你经历过一次，你说咋办？我们都听你的。我是小叔，我现在要拿出全部的脑力，为1周后家人的生存而思考。末世存活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天时很明显站在我这边，我比别人多了7天准备时间，虽然浪费了半个白天。地利方面，我下午花了半个小时翻阅了知乎上超过100篇末日求生文，几乎全都是末日蜗居苟活的思路。想想也合理，现在的城市居民大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辈，或许有些能跑个半马，有些深蹲拉个60千克，但面对末世生存的复合型要求，都是短板无限短。
长板一点点，无力也无胆出去闯荡，自然只有蜗居苟活。蜗居苟活包含2个主要内容，蜗居和苟活。废话，蜗居在知乎主要有2大流派，高层住宅派和独栋别墅派。别墅派又分成小区别墅派和乡村别墅派，当然无论哪一个派别都是住宅，也自然不能避免住宅的问题。蜗居住宅的缺点1，空间狭小，居住人数有限，高层不过300平方，别墅不过500平方。长期居住也就3至5人，物资需求和物资存放空间是呈相向变化的，人数越多，物资相对空间越小。有篇文章里甚至有7口人住在140平方房子住2年的神奇设定。2，自持力差现代住宅需要大量公共设施提供支持才能运作，在停水停电后，生活质量会迅速下降，甚至变得极为恶劣或暴露蜗居位置，比如高层停水后冲厕，必然会暴露楼上有人居住，乃至得知物资充沛。3，防御能力弱有的文章写换防弹玻璃高强度防盗门。年轻人，你们见过拆窗框门框的操作不？我就干过更离奇的，认为阻门器就可以彻底关闭防火门，跟我念 Funway Man， 你以为这玩意有多高强度？4，结构整体性差，高层还勉勉强强，别墅还带个院子的，你准备给院子加盖，不然丧尸翻墙咋办？你那玻璃盖能不能承受屋顶丧尸的下压力？能不能抵抗住有些人的破击？5，储运能力差，储存不仅仅是要有地方，还要有适合搬运的设施和通道。眼看着某个作者买了300袋大米，300袋面粉，要搬上20层。你家门多宽？能不能过车？电梯载重多少？能不能上托盘？地面承重多少？能打躲多高？300袋大米多重？一次扛几袋？有这个力气，为什么不去打丧尸？6，能源有限，自己能力有限。为了应对停水停电，很多人都意识到太阳能发电、净化水的意义，很多人就买了10平方的太阳能板，配个10度电的储能，却想着带净水器、电冰箱、电视机、电热毯、电风扇，一堆家用电器，咋想的？算过总功率吗？7，生活废弃物处理能力弱，每篇文章都忽视了包装物处理，就当它不存在。可厨余垃圾、生活污水又是怎么处理的？正常一个人会产生2000克的废弃物，3至5个人半年家里就要被埋了。老公和他父母围着我，一脸无奈。你这是半个小时考虑好的？我在梦里可是痛心疾首了3个月，有地方了，我已经选好了地点。我微笑看着老公，不过我们应该先把人员确定下来。我和老公是一对宾客，他父母健在，我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和我们2口子一起生活。家里有一条3岁的黑色拉布拉多犬，老公还有个妹妹，目前在隔壁省立医院做规培医生，有一只大橘猫，5人1猫1狗的基础小队。公公当年创业，会修机器，会电工，有 B 本驾照，能开大车。我自己会木工，会瓦工，会电焊，简单的居住搭建也会。我们俩动手，其他人搭把手。我还是有信心把避难所建起来的。先把你妹妹叫回来，男朋友带回来也可以。你到底准备在哪里避难？我叫小舒，是个装修公司的小老板。我是万万没想到啊，有一天我吃饭的营生居然成了保命的技能，而我要靠这技能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保护全家。6月20日18点40分，末世生存小分队第1次筹备会议，公公家客厅，参会名单，公公婆婆我老公，我列席会议。狗猫7张蓝图铺在地上，用鞋子水杯猫狗压住边角展平。老公抱着平板做会议记录，电视上滚动播放着建筑内部和外观图片，笔记本上则是3D 建筑模型。我拿着筷子做着讲解，做项目讲解手里没个棍不习惯。目标建筑或者叫堡垒，位于十字路口东南角，开建于2014年，框架结构体，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筑，总高5层，双货梯双人员梯，单层面积830平方米，顶层有640平方米的可上天台。原设计用途是冷库间办公，建造时吸取了08年特大地震的经验教训，特意加强了建筑强度比一般冷库厚20%的墙体和楼板，使得建筑抗震抗打击，隔热隔音性能极佳。我拿着棍在屏幕上指指点点为全家讲解。那冷库的部分建完了吗？公公敏锐地抓住重点，如果建完了，冷库里面的隔热隔音就完全不用担心。不过封闭的冷库通风和老公他们金库一样有问题，而且冷库内使用明火，危险极大。没有建完，16年建筑主体和配套水电设施完工，但建筑验收花了2年才通过，因为这其实是移动违建。我把内部照片调出来，找到相应照片，指着照片继续介绍。19年开始铺设冷库，用的是50毫米水泥砂浆垫底，50毫米膨胀板隔热层，200毫米3明治结构保温层，30毫米耐火延绵隔层的复合结构。3明治保温层里是制冷系统的管道，库体完工度90%左右，但氨气制冷设备还没来得及安装，疫情就来了，企业倒闭了，工程也就停了。那这地方是个烂尾楼，供水供电都没有。婆婆把试图逃走的大橘一把拉回来，用力的揉。当然不是，去年一个新能源叉车企业被招商过来，看中了冷库部分的隔音效果。他们做比亚迪刀片电池配套的生产，用的冲压设备噪音大，他们就把冷库未完工的部分改造，安装了集成设备。我翻出现在的照片，一一指点。新能源企业吗？总是喜欢搞黑科技。这栋建筑1楼是装车平台，2楼是办公区，3层以上没有窗户，所以
他们用地化格发电玻璃做成玻璃幕墙，对3楼以上的东西南墙体和楼顶平台做了包覆。发的电通过一个放置在5楼的充电控制器，以800V 直流的形式输出稳定的直流电。这栋楼的设计年发电量300兆瓦，当然实际没有这么理想，而且未来天气极端化异常剧烈，我估计能有20%的发电量就谢天谢地了。我一摊手，20%是多少电？60兆瓦扣除传输损耗、升压损耗，大约4万度电。再打个3折，还有12000度，一天30多度足够了。公公算了算，这么看，我们的困难就是储电。这个还真不难。他们在建筑对面有个小展厅，后天会送过来5套车用刀片电池组和10个刀片电池模块，一共能存950度电，存得够了。输出能到多少？车用电池组可以6000瓦，电池模块1000瓦，可以分组使用，轮流储电放电。大家点点头，算是都松了一口气。电的来源有了，电的储存也有了方法，再就是电力的使用了。整栋楼设计功率400千瓦，单层功率100千瓦，按理说是绰绰有余，但是我挠了挠头，我们基本不可能使用。楼梯里预设的电路系统包括动力电、照明用电和弱电，原因也很简单，噪音和设备老化。我把图片翻到厂房的俯瞰图，堡垒的变压器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在了靠近围墙的空旷地带，变电房也是。而且由于这是工业厂房，灯具使用的都是高功率的防爆灯，亮确实是真亮，但费电也是真费电，而且这些灯还都是自带散热的，所以如果使用现有的电力系统，就会有变压器噪音、灯具噪音和变压器耗损，噪音会引来丧尸和人被损坏了，我们也不具备维修的能力。公公想了想说道，如果我们发电和储电力量充足，干脆我们自建电路吧。玻璃发电，通过充电机输出到车用刀片电池组，再通过电池组6000瓦的外放电来使用。您得考虑能不能买到定时断路器，以便实现各电池组的均衡使用。我赶紧补充，公公点点头，我老公也示意我，他记录下来了，干得漂亮。我们有5套电池组，2+2组和一个备份，只要我们控制同时用电不超过10千瓦，用电就是安全稳定的。电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下一个是水。水的问题应该分成3部分，水储水和排污。首先是取水和储水设备，爆发后10天停水停电，再次进入项目，讲解的我如鱼得水。停水到大雨隔了13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储备至少60天的水，按照咱们家现在的用水量，需要43吨，这个数字太夸张了。且不说40吨的储罐有多大，楼板都不一定扛得住。对，所以我们要用尽一切办法，节水和阶梯用水，循环用水。你们俩晚上琢磨一下，生活用水怎么节约？公公一锤定音，老公乖巧的点头，真好，要是我安排，他才不理我呢。楼内有2个5吨的储罐，他们生产需要大量纯净水，净水设备治水能力充足，但这套设备是在1楼，我准备拆除部分零部件，放到冷库区，制造出净水设备无法使用的假象。我喝了口水，前几天我在楼南边的花坛里发现有个井，是泵井管道式预埋的，出水口藏在管井里。2楼有出口，估计装个50米的小型扬程泵就能抽出水，应该是之前企业想偷采地下水，给设备降温用的。我把测试图扒拉出来，标出管道的位置。我准备在1楼、2楼把管井彻底封闭，把管道延伸到4楼，用水就用这井水。所以我们需要单独的净水设备，还要在2个水罐里加装紫外线消毒灯，随时对罐内存水杀菌。最后是排污，这是个真正的大问题，人一天会产生2公斤的废弃物，是无法忽视的问题。大小便和生活污水必须分开，大小便使用房车移动马桶配合降解液，黑水箱双倍配置，确认安全后集中倾倒水，管址使用封闭管井里那根，另一侧管井里的管道保持干燥，一脚把狗踹开，狗屁股就压在管道井上。生活污水分成2部分，厨余污水含油用储罐收集，通过油水分离器把油滤除，剩下的水和其他生活污水集中收储，遇到雨天偷排进城市污水管网，扔一块饼干安抚一下狗子。排污的关键是隐蔽，这个事情和节约用水、循环用水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水量，从而减少暴露的风险。公公很谨慎，2条污水管互通吗？并不互通，连化粪池都是2个。那堵上管井的时候，要用发泡材料填充管井，设法防止下水在管井里回响。好的，还是爸想的周到，我真的心悦诚服。叮咚叮咚叮咚，门铃响了，我妈到了。看着我妈拎着买的点心进了门，婆婆一拍脑门，光顾着说话，忘了吃饭了。她赶紧去厨房，从蒸烤箱里把饭菜摆到桌上。你们几个过来吃饭，边吃边说。我妈很疑惑，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饭都顾不上吃。我老公试图给我妈解释，被我拦住，没啥，这不夏天了吗？我琢磨着干脆一家一起出去度个假，玩几天。好啊，你和你爸妈公公婆婆选地方，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地方还没定，明天我安排就好。我妈问我老公，把你妹妹也叫回来一起去。好的妈。我妈看饭菜都摆上了，跟我婆婆打个招呼就去跳广场舞了。我老公很困惑，为啥不和你妈说实话？
因为他是个5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坐下拿起馒头开始吃饭，放在沙发上的手机响了一声短信，老公蹦蹦跳跳的跑去拿起手机，你看看谁发的信息。我拿起馒头，哟，不怕我看到你和哪个妹妹的私密信息啊？塞一块五花到嘴里，咬一口，肉汁从咬开的缝隙中迸射出来，浓郁的酱汁顺势占据了口腔，微烫的汁水又带着微微焦糊的香气，美拉德反应的滋味是如此让人沉迷迷醉的。享受完这第一口的芬芳，吐气叹息之余是放松了。高八度的尖叫从老公那边传来，我猛地扭头，手机触到眼前，几乎占据全部视野。陌生号码，我知道你正在做什么，时间仿佛停止了，只有手机指示灯提示有新信息的闪烁，还在努力证明时间的流逝。我是小舒，一个从来没做过会计的会计专业大专毕业生。我现在要算的是家人度过末世的生命账，算好了不一定活，算不好必定万劫不复。我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开始倒计时，5、4、3、2、1，手机屏幕再次亮起，进电话了，还是那个陌生号码。老公把手机扔到桌上，自己转身躲到我身后，双手死死地拉住我衣角。我接通电话，打开免提，一个清亮的女声传了出来：吓不吓人？有没有被吓到？哈哈哈，我没啥，你哥吓得不轻。怎么可能？我给我哥发微信说我换号了，你自己看看手机是不是？流量没开， WiFi 也没连上。怎么会这样啊？我先闪，你把我哥哄好，明天我给他打电话。嘟嘟，冲我老公晃晃手机，挂了。老公气得手都抖了。这死丫头要疯了！你明天开车去接她，让她开医嘱，写一个家用药箱的清单，买20份回来。好，为什么在那边买？那边是外省，不容易引起注意，而且他咬着牙，小孩子瞎胡闹，你得教育啊。一家人快速吃完饭，又趴在客厅地上继续研究。公公端着杯子，慢条斯理地说：排污其实没那么简单，粪便还好说，降解剂只要剂量够，残渣就比较少，都排进化粪池里了。那个化粪池必须要隐蔽好，避免被有心之人注意到有人在使用。这个化粪池未来几年就不要考虑清理了，按照设计指标，这个化粪池规划清掏周期是12个月，按照30L 每人天的标准，可以满足200人使用。而我们现在只有6个人，也就是30年内都不用考虑清掏。我简单算了算，他俩呢？婆婆指着猫和狗，狗没啥问题，狗厕所可以用降解液。我推开主动凑过来的狗子，猫有点麻烦，猫的粪便可以降解，但不是所有种类的猫砂都可以降解。我们看着菊座，菊猫的名字霸气不？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进猫砂盆，不得不说，这将近20斤的胖菊果然有大将之风。他慵懒的斜眼看了看这群盯着他出宫的两脚奴，不屑地咧咧嘴，自顾自地完成全套动作，走出猫砂盆，抖抖毛跳上沙发，舒舒服服地躺下。如果能找到可降解猫砂，最好还是带上菊座吧。婆婆声音低沉，我看了一眼菊座，她舒舒服服躺在那里舔毛，看都不看我一眼。转回头，我咬咬牙，我发动朋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猫砂，找得到就带着它，但如果实在找不到，就只有在家里多备食物和水，让它自求多福。刚说完，感觉沙发那边有目光看过来，我一激灵，转头看过去，菊座依然在悠哉的舔手手。谈完污水排放，下一个重点就是固废排放，这是个我翻阅近100篇知乎文章回答都没有看到解决方案的问题。特别是很多作者囤货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囤于包装食品、零食瓶装水、饮料桶装水。按照一般食品15亿的包装率、3亿的膨胀比，囤货面积超过150立方的同学们，1年之内就会被超过3立方的塑料袋包围，而塑料袋可不会乖乖被码放好。不用说，包装里必然存在的食物残渣汁水会腐烂变质，那时候丧尸可能都不愿意在房间里咬你。固废是不可能做到绝对不出现的，至少囤货的时候，包装物是必然存在的。这蜗居时间不断延长，物资的不断消耗，固废也会越来越多。这些废弃物既不能放任不理，也不能直接丢弃，前者会直接摧毁避难所的居住环境，后者不仅仅会吸引丧尸，很有可能会引来别有用心之人。解决的方法分为2个方面，分别从来源和处理2方面入手。我晃了晃手里可乐，展示给大家看。在存入物资的包装物方面，要坚决地避免瓶罐桶之类存在固定体积的包装形式和玻璃、金属、陶瓷等包装材质。5L 的2氧化碳钢瓶配合可乐糖浆就是可乐，还可以兼职备用灭火器和武器，而且小苏打和柠檬酸制取2氧化碳，这么简单的操作难不倒我这个食品专业的会计。至于废弃物的处理，我们需要引入2台小机器。我打开图片，左边的是小型慢速力式单轴区对滚破碎机，单机体积60厘米、46厘米、122厘米，破碎尺寸不大于40厘米，可以破碎纸塑料、薄壁金属和纺织品，碎料最大尺寸3毫米。我拿起黄豆示意一下，右边是双螺杆平板压缩机，下压力28吨。
配合模具，可以把破碎机的碎料挤压成15厘米、20厘米的方块，这些方块是可以堆砌的。把蓝图扒拉过来，指着4楼的一个角落，这里是业主规划的布袋静电除尘设备的位置，有几个作为办公室和备件仓库的小房间，把压缩后的砖块存放进去。15W 的紫外臭氧灯管装5至6个，整个房间充斥着臭氧，再加上紫外线照射，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细菌和微生物的滋生2个方的固体垃圾。设备的维护性怎么样？全机械结构，没有电路板，也没有什么易损件，都是硬碰硬的金属材料，螺杆也是标准件、非标件，都是些不容易坏的金属疙瘩。那电机就要做好储备。公共对机械驾轻就熟，卡簧爆箍和紧固件各4套，2台设备电机可以互换，和阳澄泵的电机也互为备份。另外再准备2台电机预备着。碰硬的话，噪音大不大？不大，我选的都是慢速设备，虽然费时，但噪音小，工作噪音也就70至80分贝，公公很满意。那就用木工板做个棚子，贴上隔音棉。没问题。最后是废气，这个相对来说是最简单的。楼里面原本3楼和5楼都是建设完好的冷库，4楼冷库差一个角没有完工，现在是布袋除尘和静电除尘设备的位置。3、4、5楼都有管道可以接到这里，而且管道内都有消音板，通风和防噪音都是没有问题的。整个除尘系统对外的部分就是静电除尘隧道，隧道有几十层用来吸附粉尘的金属网，虽然叫网，但实际上应该叫网隔板，5毫米厚的金属板材，上面开了大大小小的空隙，用来过风。想突破这个网阵也是难度很大的，更不用说隧道直径不过40厘米。你怎么这么熟悉这个地方？婆婆问出了所有人想问的问题，因为这就是我正在做的项目啊。业主接盘了这个烂尾冷库之后，以腰标的方式选定咱家，给他做生产车间和办公区的装饰装潢。我们一旦开始行动，业主那边你准备怎么解释？他们一共13个人，本地4人，外地9人。今天晚上他们所有人在聚餐，其中1人会核酸阳性，明天所有人会被隔离在家，直到丧尸爆发。会从监控里看啊？楼内楼外的监控虽然都安好了，但并没有移交给业主，所以问题不大。园区的监控已经移交业主，不过他们不会看到我们在楼里面干啥。最关键的，我微微一笑，业主已经按照进度把70%的工程款打过来了，而我和供应商的付款周期还没到。我现在手里有380万的现金，还可以从供应商那里再拿一批货。好吧，现在可以说这个楼我们可以随便折腾了。你准备怎么用这栋楼？这个楼一共5层，1层是装车平台和净水设备间，目前很多建筑垃圾在1楼，1楼基本保持原样，既迷惑业主，也伪造烂尾楼假象。2层是办公区和展厅，目前原材料都堆在那里，也不准备动。同样是伪造烂尾假象，2楼到3楼的楼梯前已经用不锈钢骨架和木板做了门挡起来，我们只需要用钢筋焊几个加强筋，和楼梯钢铁骨架焊接成一个整体，丧尸就爬不上来。3楼和5楼冷库虽然建好了，但也不用，一方面是迷惑闯入者，因为3至5楼没有窗户，第一次进去都迷糊到底是几层，通过空间改造制造空间错觉，隐藏4楼。另一方面可以作为隔音层，隔绝4楼的声音。4楼是主要的居住区，包括生活区和存货区。4楼一共830平方，除尘设备等占据了170平方生活区、200平方存货区、460平方生活区。你的意思4楼冷库里面还有结构？公公太牛了，这3个字就发现了关键点。业主原计划在3楼做一个实验室，有隔音要求的那种，做的是隔音预制板房。隔音预制板房顾名思义，有一定隔音效果的活动房屋，墙体、地面、天花板都是在工厂生产好，在工地现场搭建房屋，预制件里集成了门窗、水电、照明等设施。200平方有隔间吗？装房顶需不需要吊车？不需要吊车，板墙接缝都是结构件，地板和墙体搭起来，天花直接可以用自带的滑轮拉上去。我给公公看了安装视频，结构里有好几个隔间，有一个过渡间，2个更衣间，比较小，一共20平方，另外有3个隔间，每个20平方。这几个隔间分布在2侧，中间是个120平方的厅，也就是说要再搭一间，不用把过渡间和更衣室的隔墙拆掉，就是一个20平方的间。拆下来的隔墙可以在大厅隔一个厕所。厨房呢？我预计后面做饭也不会是传统中餐，那些爆炒、油烟和噪音太大，空气炸锅和蒸烤箱会是我们主要的做饭工具。那我以后可轻松了。婆婆微微一笑，刷碗还没解决呢，咱们现在都是洗碗机，你又不让用一次性容器。老公总是能抓住主要矛盾，开玩笑的，谁愿意洗碗啊？洗碗机必须要能用啊！我现在已经忘了怎么刷碗了，而且洗碗机比手洗更省水，电是需要，但总可以挤一挤的。洗碗机是要的，我立刻表示水电我们都有，只要加个小的增压泵，保证洗碗机进水压力即可。爸，电路我不太懂，
您看看把刀片电池组输出的 220V 电引入生活区，5组电池组，2个一组，每周备用电池组替换，1个电池下来滚动轮换，需要配置哪些东西？公公拿过纸笔开始盘算，一个60的动力柜，出口做3级空开编组。我和老公决定先回家，毕竟今天主要是统一认识，没想到居然顺道盘算了这么多，已然是超预期收获。明天老公要去接回他妹妹，我也要去跑工厂采购，还是要早些休息。公公家在6楼，我突发奇想，提议走楼梯，毕竟未来也没有电梯可坐了。于是我们沿着楼梯拾级而下。现在的高层住宅楼梯基本都是当安全梯用的，平时除了保洁和工程维护人员就几乎没人走了。楼梯间也都是在楼体的夹角，几乎没有外部光线，灯也有点旧了，一闪一闪的，这氛围够吓人的，气氛一下就起来了。我和老公开着玩笑，老公无语的没理会，我可惜的掸了掸头发，走到2楼，再往下连窗户都没有，只有小小的吸顶灯在时不时闪一下。咱们以前也没走过楼梯下楼，现在看和冷酷的楼梯简直一模一样，我忍不住和老公开着玩笑，一低头，哎，局座什么时候出来了？我伸出双手，局座少有的主动跳到我怀里，等下到1楼再走电梯送你上去，转过弯也就是最后一段楼梯，前面就是1楼的防火门。不知道是哪家不讲公德，用铁栅栏把1楼的门封了，还是没有预留门直接封死那种。我走过去敲了敲铁栅栏，铁栅栏自然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回过身正要和老公吐槽2句，一声凄厉的嘶吼在耳边炸响，这声音是如此的刺耳，是那种把声带拉扯到极限，还努力想拧出水的那种。不好，丧尸提前了！一声巨响，安全门轰然倒下，一个个血淋淋脱皮露肉的人脸隔着栅栏扭曲着嘶吼着，无数只手穿过栅栏的缝隙努力地伸过来，扑鼻的血腥味和腐臭味迎面而来，令人作呕。万幸的是我恰巧往回走了一步，避免了被丧尸抓到。我赶紧跑上几级台阶，看着铁栅栏稳稳地拦住丧尸，心下略松一口气，回上台阶去拉老公，赶紧回去通知爸妈，没抓到老公手。他抬起手指着身后，我回头一看，顿时毛骨悚然，只见皮毛所剩无几的丧尸鼠正努力地从丧尸的上方穿过栅栏，最前面的已经在往地上掉。这下完了，体验服时压根没见过这玩意，根本没考虑防鼠。虽然看这波老鼠的状态，并没有超出正常老鼠的运动能力，架不住他们利用丧尸越过挡鼠板啊。丧尸鼠已经掉在地面，迅速朝楼梯扑来。我陷入了绝望，无奈地闭上眼睛。喵呜！一声猫叫响起，丧尸的吼叫瞬间消失。我猛地睁开眼，眼前一片光明。我坐在沙发上，局座不知何时趴在我怀里，公公在餐桌边写写画画，老公正关切地看着我。老公，现在几点了？8点半多一点。这么早？对啊，你让我爸算要多少材料，然后你就睡着了，没睡几分钟你就醒了。我看了看局座，他抬头见我醒了，就伸了个懒腰从我怀里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了。不知怎地，我从他的走姿里似乎看出了嚣张。公公那边已经做好了材料清单，我拍照发给长期合作的电器店，留言按双倍备货，明天一早去拿，然后和公公沟通。爸，我想了一下，2楼和3楼的隔断只做栅栏怕是不行，万一有老鼠、蟑螂之类的动物，丧尸化怕是拦不住啊。你怎么是想的？我老公抢答，用我们银行的防弹玻璃直接当一堵墙封上楼道呢。不现实，普通玻璃硬化生产周期在5天左右，这还是10毫米的普通钢化玻璃。我给老公科普玻璃知识，如果是你们银行柜台用的30毫米多层组合玻璃，生产周期要到15至20天，还不考虑我们没有相关资质能不能买到。而且钢化玻璃安装需要搭建框架，玻璃的大小和框架密度成反比，玻璃越小，框架越密，框架和地面、墙面、天花板的接点也就越多，整体重量也就越大，安装不到位，玻璃隔断甚至自己就倒下了。所以很多文章写的距离爆发还有几天就能订购到合适尺寸的玻璃，还能替换原有玻璃是不可能的。钢化炉升温和降温都来不及，如果来的是别有用心之人，完全可以直接拆除玻璃框架，方式也简单，大锤80，小锤40，童叟无欺。所以想要封死上楼的路，唯一的方法只有水泥，浇筑一个重力阻断体。之前业主要求2楼重做水泥砂浆基层和自流平，所以砂石水泥都已经放在2楼，这些建筑材料不用也是浪费。考虑到园区第一只丧尸是28号，也就是爆发后第2天中午出现的，我们完全有时间在27号爆发日的夜间，直接用混凝土填满楼梯间，甚至管井和电井，也采取错位封闭的方式，即我们要用的水电管井，封闭1、2、3、5楼。我们不用的管井封闭3、4、5楼，电梯也是在4楼，给电梯的电路加一个断路器，阻止别人使用电梯，彻底封死其他楼层到3、5楼的路径。记得电梯控制面板要破坏，或者找厂家买一个备件。爸，我没听懂。傻丫头，人家打开电梯一看有5个按钮，谁相信只有4层啊？这老头真狡猾。我查了一下，这个是国产电梯，找到本地服务商的电话打过去，隐晦的表示有1层楼不想让人按电梯就能到，对方很善解人意。你家做洗浴会所的吧？我懂你要的，这个简单，我们有现成的解决的方案。你还可以用呼叫铃代替那层楼，且还得长按呼叫铃或者用楼层键输入密码才能到达那个楼层。
不过这不合规，你只能拿回去自己安装。这不太好了吗？你不来最好啊！我很爽快地订了2个面板，明天中午就可以去取。空间布局上，最后就是存货区。跟其他人那种纸箱落地不同，我选择的方法是货站托盘。托盘存货最大的好处就是搬运方便，叉车可以直接把货物一次性端走8至3个立方460平方的储物区，因为不用考虑过车间距，可以压缩到1米，双路编组，并预留防火间隔，可以摆放180块托盘。拿出1/4做库区，剩下的位置用2楼的板材做成水培箱，我们也就可以种蔬菜吃了。在生活区外沿可以做连续的货架，6米高，拿取方便又能存货。货架和托盘有现货吗？有的，离冷库大约2公里就是生产厂家，以前就在他家订过。下午我去看过，存货充足，抓紧把货定了。下午就定了。他家库存几乎都吃了，给了优惠，而且预付50%尾款，30天账期。库里面没有阳光怎么种菜？ LED 全光谱蔬菜生长灯，100平方大约8000瓦。虽然可能没有针对性调光长得那么好，但起码可以长出东西来。想了想手上的事情，发现基本就是执行了，能规划的都规划好了。我和老公商量一下就准备回家。出门前老公还在叮嘱他妈可以收拾衣服什么的。我的目光一直盯着局座，他倒是满不在乎，懒洋洋的揣起手趴着。我看着他，嘴上提醒婆婆妈，您记得把局座的东西都收好，回头一起搬去那边。局座的尾巴明显欢快地摆动起来。第2天，我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登微博，记得体验服里6月21日6点半左右，美军一架 F-35战斗机在日本坠毁，而且是在飞行员弹射跳伞后，直直地砸在了日本的文书反应堆的防护罩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同时，也制造大量辐射，甚至我都怀疑丧尸是不是由此而来。6点32分，微博热搜第1名迅速变为美军机坠毁在日本核电站，叹了口气，关闭屏幕。该来的总会来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我是小叔，我是个学食品的，步入装修装饰行业，不过我还是要靠我的食品知识和人脉，为家人安排好饮食问题，把老公喊起来。昨天他们兄妹已经通了电话，一家人一起出去玩，玩的提议迅速得到响应，甚至处方单都利用夜班开好，钱已经发到我老公手机上了。我妈也起来了。3个人简单吃了早饭，又分配了一下工作。我自然是在本地联系物资，我老公开车去接他妹妹，当然要先拿着电子处方去买药。老太太还是自己溜达着玩。关于为什么不让我妈参与筹备，我也有我的考虑。第一，老人家70多了，比我公公婆婆大10多岁，其实也做不了什么。第二，这老太太往常满世界溜达，朋友多，突然人忙起来，必然会被她那些朋友注意到，容易出现信息泄露。第三，她老人家50年党龄，对党的忠诚天日可见，一旦他知道实情，几乎可以肯定会上报党组织。是不是有效果先不说，但一定会干扰我们的备货和蜗居。你开你爸的腾势第9，那个车比咱家比亚迪唐 DMP 大，开着舒服，也能装东西。我看了下腾势的油电，电是满的，可以跑320公里。你就纯电跑你妹那边，小油站油便宜，加满油再买4个 40L 的汽油桶，加满放在你买的东西下面，带回来想吃啥就一起买了。以后没机会了，我从厂家发过来的都是大包装的。那天之前不要动，送走他俩，我开始跑我的事情。首先是去把订购的电料和电梯控制面板取了。电梯面板选择密码加验证加硬件许可的复合方式。电梯的负责人饶有兴趣，看我选择了最复杂的形式，偷偷问我地址在哪里，怎么玩的这么坏。我看看他，笑眯眯的，告诉他是个兄弟，会拼刺刀的，问他要不要晚上去看看。他吓得脸都绿了，然后去中某粮油公司订购大米面粉，各种杂粮。考虑到谷物的存放期也就只有3年，没有买多少，按照15斤每人每月，主粮和杂粮就存了3年的粮。食用油我家需求不多，全家都胖，也就按照3个月5L 买了12桶大豆油。面粉家里吃的少，5000克一袋的面粉拿10袋就够了。要求打托盘绕缠绕膜，地址我多了个心眼，让他们明天送到我自己的仓。打电话催了一下货架厂，要求下午把架子送到。托盘不用那么多，减少到30个，因为刚才在粮油公司他们免费提供托盘，连押金都不要，滚动着换就好。把车上的东西送给公公，把他带到工地，他下午就在工地组装电箱和电路。我自己坐高铁去了省会，来省会的目的有2个，一找朋友借一辆省会牌照的40英尺厢式冷藏卡车，用来把收到仓库的货搬去冷库，这样既可以用发货到省会来解释货物的流向，又可以在不被其他人看到货物的情况下向冷库运输物资。第二件事就是去我找到的几个食品公司，他们有做 FD 蔬菜、冷冻干燥脱水蔬菜和汤包的，有做菜品料理包和软罐头，软罐头就是使用铝塑包装袋的罐头产品的，有做清仓供应链芋圆、珍珠、麻薯、豆干、冰粉、奶茶粉等等的，还有做冷冻肉制品的。如果顺利，这一集装箱多达78立方的冻品，就够我们全家吃3年。最关键的是，这个卡车的冷藏设备是可移动可插电的，拆下来拿到储藏区搭个棚子就是冷库。这个库中库无疑是冰箱的理想替代物，而且保温材料我们手里多的是。
事。傍晚，我拉着满满一柜货品回到我自己公司仓库，把卡车停好。公公已经提前到了，我们俩接上是电替换车辆发动机。公公一指边上，粮油到了，货架也到了。进来的时候有人问是干啥的，我说你接了个乡镇超市的项目，正在陆续到货，那边的电都好了，你那个隔音板房的材料我都用叉车挑进电梯移动到4楼了，试了一下，确实挺好。安装的框架螺丝一打，用叉车顶着板子对上孔上螺丝就行。你一个人应该不好对孔吧？老公下午回来了，帮我看着。公公疑惑说：这么快？我无奈回：您别找了，把我送过来，他们就回家了。关上仓库的门，我们俩打车去高铁站拿我的比亚迪唐。路上，公公问我：你现在都是躲藏的方案，如果有一天躲不下去了，你准备怎么逃命？我看着红绿灯闪烁，我想过了明天，我就会把您的腾势 D9 和我的比亚迪唐送去 4S 店维护。2个车都 DMP 车型，满油满电都能跑1200公里以上。我今天让老公额外带回来160L 汽油，等于我们有了超过2500公里的行程。比亚迪 DMP 超级混动系统有多种工况形式，具有动力强、速度快、稳定性高、燃油经济等优势。我的唐 DMP 纯电行程超过240公里，公共的腾势 D9 DMP 纯电行程更是达到260公里，特别适合悄无声息的穿越丧尸地带。我会把2个车都换上越野防爆胎。27号之后，我们把楼梯堵时就着手给2个车焊防护网笼，平时车就停在1楼装车台左右最里面的位置，外面可以做个石膏墙封闭，一旦有事直接撞碎石膏墙就可以走。公公问：那怎么上车？到了要逃命的时候，可能外面不是丧尸就是人。易安冷库建造的时候，为了安全都有逃生通道，不过就是一根柱子抱着柱子滑下来。业主为了好看，让我把柱子包起来了，我只要在底下布置足够的吸能材料。我们虽然没练过，但还是可以的。不能这么想，回头搬进去之后，大家都要练习。拿到车，我们又绕到能机市场大，大疆只保无人机动力大，飞行时间长，不过价格昂贵，我没准备买。我用信用租借租了一台，并预约了飞手。经过沟通，27号上午我来取走无人机，飞手27号下午与我会合。但愿他能来，我不介意带上他一起苟活。看看时间，8点了，我们俩也就不回家了。路边简单吃一口，又回到冷库，打开冷库顶上的所有8组64个防爆灯，再关上门，到门外听了听，声音不大，声音变得机不可闻。这样的话就加开关，从8灯一组减到2灯一组，说干就干。拆一组开关，发现灯控并不是串联的，而是用桥连架把零线并联的，这就省事多了。解开零线，只留2根，再开灯一试，果然听不到声音，弄到门外都听不到。花了半个小时，把灯组都改成2灯一组，开关也都装齐了，还额外留了线，回头在生活区做副开关联动。要不是末世没有网，咱也搞不定服务器。我都想做智能开关的。看了下公公搭的板房，没有什么问题。我俩一人一辆叉车就继续干起来，到11点半，板房就搭好了。明天用结构胶和玻璃胶把接缝固定好，内装的部分就等到27号以后再做。2米深的三角形空间，56个立方，如果全部做混凝土，大概是17吨，3吨用水泥完全封死是不行的。我们俩蹲这里想半天，最后的结论只能拆除楼梯。我想了想，爸，这楼梯不管是切割还是破拆，都太麻烦了，噪音大，动静也太大，我们还是要想别的办法。钢筋混凝土这玩意，你不切割不破拆，那就只有炸了。矿山炸药现在管得严，不好弄吧？硝酸铵其实也不难，我的意思咱们可以自己配置。硝酸铵属于国家限制类易爆危险物质，其制取提纯与使用均受国家管控，此部分内容不予显示。你不是个文科生吗？而且我记得你化学不好。这个不是学校教的。我们确定后，决定在27日晚用水泥封堵防火门，并在楼梯上埋设炸点。28日凌晨炸毁楼梯。我俩回到市区，先去美美的泡个澡，毕竟几天之后估计就没机会了。泡一泡，蒸一蒸，搓一搓。我俩一身清爽的坐下来撸着串，开始盘算家里的哪些家电可以带去。冷库、洗碗机、蒸烤箱、空气炸锅、净水器、电水壶、电饭煲、电热水器、电热毯、电油汀、电暖气、电冰箱、电视机是一定要的。不过有些设备不能直接搬回去，比如电视机就需要拆除喇叭线，使用时全家都佩戴骨传导耳机，来避免过大的声音。在电火锅和微波炉上，我俩有分歧。公公认为电火锅费电，而且未来也没什么机会吃火锅，不如微波炉热饭快，也相当于节能。我则认为微波炉瞬时功率高，噪音也大，不安全。在空调的问题上，我俩很纠结。舒适度上空调自然是好的，但空调的能耗噪音也让我俩无比纠结。足浴桶和麻将机被果断放弃，但我们会带上木桶和手搓麻将，当然麻将牌会贴上海绵和透明硅胶片。不过从此搓牌就不可能了，筋膜枪和各种按摩仪，每个人可以带2种。音响是绝对禁品，不仅仅是音响，
甚至任何易碎品都不能带。家里以后的餐具将全面金属化，扫地机器人和智能马桶被一起放弃，毕竟它俩都失去了使用场景。冷库里的空气是干净且干燥的，没有什么灰尘。我们也不使用传统马桶，是房车用移动马桶的。梳理完毕，我算了算总功率，只要不是全部满功率运行，应该问题不大。毕竟同时在线的除了2组刀片电池组，还有10个刀片电池包，用来应对峰值电功率。等我把公公送回家，我再回到自己家已是深夜2点。盘算了一下，进度都在规划中，甚至还略有超前，还是要再快些，留出时间应对变化。奢侈与节俭的辩证关系，我记得曾经有人预测过，未来干净空气会像纯净水一样售卖，因为干净的空气是极为奢侈的存在。我现在觉得他说太对了，炎热干燥的空气似乎要把人体内的水分都抽出来，但空气中弥漫着腐败的恶臭，又让人难以压抑腹中翻涌的呕吐欲。终还是没忍住，我趴在楼顶平台的边缘吐了出来，呕吐物洋洋洒洒地淋了丧尸一头。丧尸并不在意我对他的不敬，相反，呕吐物里人类的味道才是他们关注的。我仔细地看了看下面，看来老鼠丧尸化后行动能力也是大减，它们并没有能力顺着墙面爬到玻璃幕墙的支架，并继续攀爬。比较意外的是，昆虫似乎不会被丧尸病毒影响，至少苍蝇蚊子飞行貌似很正常。苍蝇蚊子，有蚊子，我感觉手背被叮了一下，我不在意的一巴掌拍死蚊子，继续观察，手背有点痒，挠了一下感觉湿漉漉的，低头一看，手背的皮肉已经被撕开，翻开的皮肉是黑色的，皮肤也眼看着变黑，顺着胳膊向上蔓延，手臂正在逐渐麻木，也不再灵活。我惊恐的无以复加，却看见老公正走上天台，而同时围绕我的蚊子楼道飞去。该死的，上来做什么？我大喊别过来！有蚊子一边试图去锁上楼顶的门，可身体依旧不听使唤。眼见着他们要在门口相遇，我奋力一扑，天旋地转间，我又看到了卧室的天花板。我是小叔，现在已经是6月22号了。我发现我选错了避难所，现在换地方还来得及吗？坐在马桶上，我开始仔细回忆梦中细节。一梦里的场景无疑就是冷库，楼下只有那只丧尸，说明冷库既没有吸引来幸存者，也没有什么吸引丧尸的诱源。二丧尸鼠不是第一次见，上次没有仔细琢磨，现在回想，丧尸鼠的弹跳和跑速都下降明显，说明病毒对机体运动能力破坏很大。蚊子还能正常飞，说明病毒对昆虫没有传染能力，但吸血的蚊子无疑会传播病毒。现在的冷库防虫聊胜于无，所以全面的防蚊灭蝇一定要提上日程。拿起电话打给一个学长，请教一下建筑防虫防鼠防蚊营设计的注意事项。学长直接发了个定位给我，邀请我去他的工厂参观。算了算时间应该够，距离我那里也不远，实地看一下也好，就去公公家接上老公一起去看看。等我们到了工厂，车里已经是3个人。小姨子死皮赖脸的跟过来了。学长，这个工厂是个巧克力工厂，做的是纯巧克力，自己发酵、烘焙、研磨、调制、包装全过程。学长带着我们仔细的参观了工厂，虽然他很困惑我为什么对他车间和仓库的防鼠防虫防蚊营设计异常关注，但也详细介绍了如何在各关键位置布置相应阻拦设施、多重光学诱捕灭杀装置、多项主被动捕杀装置、药物隔离带布置等等。花了2个小时拍了大量照片，也请学长帮着在类似空间大概设计了一下，又拿到了供应商信息，再装上学长送的2大箱各种巧克力。我们从巧克力工厂告辞，回去的路上，老公拿着学长给的供应商资料，打电话订购了全套的设备。而像挡鼠板、防虫网、药物槽之类，就只有自己做了。绕到 4S 店把车彻底的保养一遍，特别是电池和电机做了仔细检查，又把车开到朋友店里更换了防爆胎，又给全车贴了隐私膜，车衣也贴了哑光黑的。车衣一套折腾完已经到了中午，3个人吃了顿日料，毕竟以后生鲜是吃不到了。去冷库的路上，我想了想，给合作的打个电话，定制了2个带轮子的不锈钢笼子，尺寸分别参照比亚迪唐和腾势 D9， 把车罩起来，又和车体有个30厘米距离。笼子的形式参照坦克炮塔的山格装甲，用5厘米厚度3毫米的不锈钢角铁焊接。等笼子到家，再往上面铆接不锈钢片，做成百叶窗样式，最后把笼子和车身主梁、车顶行李架焊接起来。只要笼子自己的轮子能着地，车体承重就不至于超标。虽然续驶里程会下降，但防御力会大幅提高，也有利于冲破石膏墙乃至丧尸群。到了冷库，混来的巧克力和防鼠防虫物品各自归位，和公公探究了一下炸毁楼梯后楼道平台的封堵问题。虽然楼梯没了，但万一有个啥能跳进来呢？我俩琢磨了一下，决定炸毁楼梯后，用叉车顶着水泥预制板封闭平台。有时间甚至可以用水泥把预制板和墙体抹平，做成一体。下午我把腾势 D9也开去 4S 保养换胎贴膜，回来的时候还带回来一些膜，毕竟按照法律，前挡玻璃和前排玻璃是不许贴隐私膜的。
只能扔给我老公兄妹俩，贴成啥样算啥样了。晚上的工作就是给两侧楼梯打眼，我则在5楼一个人做炸楼梯的装药，做到早晨，小心翼翼地把装药收好，只解决引爆的雷管就算完成了。伸个懒腰进电梯，发现公公已经把电梯面板换了，现在不知道密码，谁也去不了4楼了。到1楼找到睡在车里的老头，两人去吃了个早饭。公公今天负责陪2位女士储备衣物，被服我则要去购买植物种子和肥料。水培箱可以自己做，但水培板和育苗箱还是需要买的。到了农机市场，按照专业水培工作人员的建议，配齐了种子和营养液，特别选择了如白菜、包菜、土豆等耐储蔬菜、生菜、素生菜等快速生长的蔬菜，金针菇等对小蔬需求不高的食用菌，绿豆这种从种子一直吃到成熟的豆类。出门神使鬼差的拐进隔壁，抱了一笼子芦丁鸡，主要是看很多人都选择囤这玩意，我也就随大流了。中午加工厂打电话说我的笼子好了，赶紧把上午采购的笼子送去冷库，换了卡车去拉笼子。看工厂里还有蛇腹铁丝网和无缝钢管，也拿了一些。去家装市场买了5000发爆破钉，这玩意平时是用来装吊顶龙骨的，改装一下就是用途和改装方法也不能说。回到冷库，公公他们也回来了，主要买的是被褥、毛巾、浴巾、卫生纸、女性用品、洗漱用品、日化用品之类。MPV 被塞得满满当当，女士们分门别类的归置存货，我和公公则抄起焊枪，开始给铁笼贴片。干到晚上9点，笼子基本做好，笼子外壁贴满不锈钢条，每片间距5厘米，既可以防御又保持一定的观察能力。外圈缠绕着蛇腹铁丝网，片状的封口对外，入口在顶部，正对着天窗。人进去后拉下盖板，4根2厘米粗，重力下落的不锈钢柱就会锁死盖板，从外面绝对无法打开。笼子本体有12个弹性连接的万向轮，既提高车的通行能力，又分担了笼子的重量。出于本人的恶趣味，又把2个笼子喷了黑色哑光漆，就等27号组合到一起了。一起回到公公家吃饭，小姨子递给我一张清单。嫂子，我们药品和器具的储备还不够，存储的方式也有问题。小姨子向我解释道，你让我哥接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买的都是常备药，但像消炎药、肠胃药、碘伏医用消毒剂、生理盐水、纱布、胶布、脱脂棉、棉棒医用敷料之类都不够。我满头都是汗，他的清单里还包括2台冰箱、一个压力锅和一个蒸馏水发生器。压力锅、消毒制取、蒸馏水我都懂，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2台冰箱？我们拉回来一个冷冻库啊，不同的药品储存温度不一样，还要避免日常开关冰箱带来的温度波动，所以最好有2个冰箱。小姨子耐心解释，而且我们还要储备一些常用疫苗和针剂，比如兽用狂犬疫苗、破伤风针这些。好吧，我服了。80L 卧室冷柜，来一台立式冰箱就不用了，家里有2台，分出1台就好。均脱脂棉10千克，无菌纱布1000克，一次性防毒面具20套，这个以后随身携带。带风扇和过滤罐的主动式呼吸器12套，这个放在车里。3级防护服4套，5000克的青霉素纯粉，来1桶1000克装的维生素，从雷到1配齐。这个时候我才知道，1000克维生素 C 只要40块钱。天亮了，今天是6月27日，经过6天的准备，我们的准备工作可以宣告进入收尾阶段。在过去的5天里，我们完成了一系列复杂艰巨的操作，顺利地搭建起一个避难所。在这里我做一个简单总结，大致分为衣食住行4个方面。首先是1，除了已经将所有的衣服送到了避难所，我们还为每人储备了1年的替换内衣。为了应对可能的极端天气，准备了多套可应对极地的寒季衣服，准备了冬夏2季的高等级防护服，准备了具备防蚊防虫能力的轻便防护服，甚至猫狗都改造宠物雨衣充当防护服。其次是使我们不仅仅储存了78立方的冻品，包括速食料理包、分割好的鸡鸭牛羊猪鱼，还储备了110立方的常温物资，包括50袋大米、30袋杂粮、15袋面粉、10桶大豆油、50公斤黄油、30斤各类调味料、各种挂面和类挂面产品，还建立起150平方的水培种植区，外加一筐鸡。虽然宠物食物也有充足准备，可降解猫砂都囤了150斤。说住之前先说行，我们把比亚迪唐和腾势 D9 改装成了装甲汽车，而这个改造还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就是我们在车体与笼子直接获得了一个额外的储物空间，一把额外120L 汽油存放在这里。公公用无缝管家单向阀将油箱和油桶连接起来，甚至可以不下车就把油桶里的汽油补充到油箱内，成功让2台车行驶里程超过3000千米。因为从明天开始，2部车是当避难所，无法继续使用时的逃亡方案，而且是双车互为备份，所以车内也相应做了储备。户外防护服加主动呼吸器每车6套，60L 带紫外线杀菌储水桶1个，医药箱2个，毯子3条，每人的备用衣物2套，应急干粮60人份。
车顶还有同样数量的储备物资固定在笼子里，笼子里还有 120L 汽油、工兵铲等工具。车辆停放在1楼，对着出货大门，藏在用轻钢龙骨、石膏板搭建的假墙后面。最后是我们花费精力最多、工作量也最大的住冷库的1楼和2楼，仍是乱糟糟的工地，但有可能威胁到我们的金属制都被收到了4楼。1、2、3、5楼通往4楼的水电管井都已经封闭，并灌入大量掺杂发泡剂的粘性堵漏材料，它们将最终组成一团类似海绵的物体，既阻塞通道，又能吸收震动和声音。3、5楼是空置的，目的是让万里无一的闯入者误认为楼里没有物资，也没有人。贯通楼上楼下的电梯也已经看不到4楼的存在，楼梯被炸断后，4楼将从这里被彻底掩盖。4楼冷库区被分成4部分，生活区被厚实的隔音隔墙包裹着，即使里面声音达到90分贝，楼外也什么都听不见。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分歧，隔音如此之好，是否需要限制生活区音量？在经过讨论后，一家人还是达成了一致，保持低音量生活。生活区外是储存区，40块站板把区域划分成棋盘状，运用现代餐馆模式的编码和堆栈看板，使得查找物资发方便又快捷。垃圾处理区位于4楼角落，包括厕所和处理区。处理区既负责污水的处理，也负责固废的处理。专门搭建的隔音操作间，把固废变成砖头，堆砌在高强度紫外线和高浓度臭氧充斥的垃圾间里。最后是养殖区，包括水培箱和养鸡场笼，这是未来我们仅有的蔬菜和鲜肉的来源。电器部分，除了早已规划冰箱、洗衣机、电视、电饭煲、蒸烤箱、洗碗机、电热毯、电油汀、电暖气、净水器、电水壶、空气炸锅外，又带上了电压力锅，当然还有家里的2台小型无人机和那台植保无人机。楼里原有的水电系统都已切断电梯原本的供电系统已破坏。1楼的大型净水设备的关键部件，如电路板、水泵罐体、进出的阀体都已拆除。我们刻意造成以上是纯铜部件被小偷偷走的假象，连电缆都剪开之后抽走，但楼里原本业主偷偷打的井被妥善地隐藏起来。楼体表面覆盖的看似玻璃幕墙的发电玻璃也被我们笑纳，所以楼内其实水电充足。我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回顾我为明天的准备，无论准备的多么充分，任有一丝丝的心慌。深吸一口气，起床把收尾做完，我们要直面这末世了。6点起床，把家里的电器逐一断电。7点全家吃完早餐。昨天已告知我妈今天出去旅游，我妈已经把她的出门的东西收拾好，被我公公接走。他们会先去避难所。9点搬家的工人到了，开始将电器和我打包好的我妈的其他物资搬下楼。我昨天就已经把卡车弄到了，离家最近的位置，工人只负责搬上车，并按要求固定到托盘上。10点12分搬运结束，关闭家门，和搬运工人结账各自分开。11点48分，开着卡车故意走高速绕行半个城市的我，把卡车开到冷库厂区门口的保安和记忆里一样跑去市区了。知道会不会像记忆中一样回到园区，已经是丧尸。12点20分，在叉车的帮助下，卸车快速完成。我上楼找到我妈，带着老太太把卡车送到12公里外的仓库。我刚准备开口，我妈就说：“你不用说什么，妈理解你隐瞒信息的想法。”无奈我只好说：“您现在可以给别人发出预警，就在这里，在这里发不会暴露我们的避难所。”我挥手招呼公公把车开过来，预警完我们就走。现在家里就这一个车能出门了。半个小时后，老太太打完电话，默默地坐上车，急速地往回赶。因为5分钟前，抖音上已经出现丧尸咬人的视频了，我们得抓紧回去封闭避难所。12公里的路不到10分钟就回来了。婆婆和老公正焦急地站在1楼电梯口，等我们把车倒入藏车位。铁笼正悬在半空，等我们安装好假墙，就会把叉车停在1楼电梯口，拆下电池，拆走电路板，把电梯停到顶楼。我会从滑杆回到汽车旁，把笼子和车体固定到一起。等到我被公公拉回到楼上，已经是下午3点多，市区已成人间地狱。从抖音、微博等渠道可以看到，大街上已经没有活人，有丧尸在游荡，不敢休息。我从5楼取出硝酸铵和雷管，小心翼翼地一个一个放进楼梯和平台打好的眼里，并把电线插好。两边楼梯上下5层楼一共是220个炮眼，装好已经是下午5点。和一直守在监控旁的老公确认了一下，周边目前没有丧尸。我按下了起爆键，隔着厚厚的多层隔音材料，爆破的声音不大，有点像敲门声，但随后楼梯坠落的声音就很大了，轰隆隆的。从楼到顶层的监控看，基本达到了目的，就是烟尘有点大。又过了半个小时，抖音里有人问是不是哪里爆炸了，不过已经没有人回复了。巡查一圈，防御没有任何问题，水电也没有异常。现在我们可以正式的蜗居在这里了。忙活完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为了庆祝全家胜利转进，也因为新鲜蔬菜存不了几天，我们选择大吃一顿，连宝贵的可乐都拿了出来。电视播放着紧急新闻，主持人强装镇定地播报着官方通告，目前病因和起源尚不清楚，请各位居民居家等待救援，国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同时
时手机上也收到居委会统计各家人员的信息，我们选择保持沉默，毕竟我们又不在小区，也不需要物资。如果后面有转移的信息，我们再回应也不迟。吃完饭，我妈和婆婆累了一天就先去睡了，我和公公争了一下钟，第一晚还是我来守夜。今天上午，公公就切断了门卫室里的监控信号，把视频转到了生活区，原本计划的厕所搬了出去，现在小隔间是监控室，厂区里对内对外的监控避难所，对内对外的监控都集中到这里。8块屏幕拼成了一个小的墙面，除了没有声音，一切尽收眼底。屏幕里大街上空空荡荡，太阳能的路灯自动亮起，路上没有人，也没有车，也不奇怪，这个地方是工业区的最边缘，后面就是农田。今年天热，麦子熟的早早就割得干干净净。距离这里最近的小区有3000米，还是个刚建好的农民安置房。前几天从那里走，听说是6月30号搞剪彩交房仪式，所以现在也没有住人。而这个地方本身既不是主要道路，也不靠近高速路口或周边区县，本身就少有人来，现在就更少了。我一边看监控，一边刷新闻，毫不意外，新闻里以隔壁省会为中心的病毒圈正在迅速扩散，军队已经迅速动员起来。和体验服一样，面对快速扩散的病毒，队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至少在目前，军队还是不忍向人民射击，一直到天亮。小姨子来接班，也和体验服一样，没有任何的人或者车在监控里出现，我就去睡觉了。如果没错，10点多看大门的老头就会来，而他半路上会遇到一个儿童丧尸，被咬破了一点皮。到了园区，正好遇到返工结束的我和工人正在聊天，而他在这个过程中变异，被我和工人联手杀掉。等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市区，经历过24小时丧尸袭击的城市满目疮痍，我在麻将馆附近看到了我妈的遗体。等我到公公家附近时，却根本进不去。而后我在回家的路上冒险跑进拼多多的成配仓抢了些吃的，又冲回家和老公团聚，最终还是因为食物不足而冒险走出家门。晃晃头，把乱七八糟的思绪扔在脑后，手机定了10点的闹钟，埋头就睡。我是小叔，我已经住进了避难所，但谁能告诉我灾难到底发展成什么样了？10点不到我就醒了，躺在床上看着手机，直到闹钟响起，起来刷牙洗脸。为了省水，我们全都换成了宠物可食用牙膏。方便是真方便，但就是味道一言难尽。走到客厅，婆婆从蒸烤箱里取出给我留的皮蛋瘦肉粥和小咸菜，我坐下呼噜呼噜的吃着，却想起昨天的剩菜和厨余垃圾。剩菜本来就不多，早晨吃的差不多了。婆婆笑眯眯说：“那厨余垃圾不就是那点菜叶子什么的和早晨剩的，都喂狗了。你买的厨余垃圾处理器根本用不着，狗宝都吃干净了。”我是真没想到狗子还有这功能，看来以后狗粮还能省一些。那狗粮少给它一点，小饼干就不给了，留给我打牙祭。那傻狗完全没注意到，还等我能分它几口。搭完粥，用硅胶勺把碗刮干净，放进16套洗碗机，顺道看了一眼昨天那么奢侈的聚餐，连洗碗机的一半都装不满，还是可以的。走到监控台，正好看门老头回来了，骑着电动车，一手骑着车，另一只手时不时甩一甩，应该是已经被咬伤了。眼看着老头进了大门，停好车走向门卫室，开门走进去，又关上门，空调外机转了起来。又过了几分钟，门卫室突然打开，老头跌跌撞撞地走出门卫室，走了2步，一头栽倒在地。小姨子很紧张，抓着我的衣角。他死了吗？我向侧面移动几步，将我的衣角拯救出来。死了，但没完全死。我指着屏幕，你看动了。屏幕里的老头2腿蹬了几下，他突然翻了个身，用一个常人难以做到的下腰动作，反弓着从地上起来，扭曲着逐渐站直，推进监控，看得见他的皮肤已经变得灰白，血管流经的地方却变成青黑色。小姨子兴致盎然地开始观察丧尸行为，我则回到客厅，戴上耳机陪老公看剧发。第3天看了一下废水储罐，现在已经超过了10%，12个22的黑水箱也已经满了3个。我和全家通报了一下，决定开展第1次排污工作。首先是马桶，戴上口罩，把黑水箱拖过来。为了避免排污口被突破，除了在管道里加装3层隔水弯，2道重力单向阀，1道机械闸门外，我们在排污口用5毫米的不锈钢板做了3层罩子，中间用承重减震橡胶板做了隔层。倾倒黑水箱污水时，仔细观察了一下固体分解情况和异味情况，25倍添加的，5倍投放。然后是废水罐，我们有2个储水罐，都是5吨的容量，也都安装紫外臭氧消毒设备，一个作为清水罐，用储存抽上来的井水，日常保持满罐，比吨计用1吨抽1吨，滚动更新；另一个作为污水罐，罐体的下30%作为污泥沉积区，问题10%和50%的地方，我们打了一个口，用来排污。污水罐的污水不仅仅是储存，也用来冲刷。排污管放了100公斤污水冲走粪便，又放了10公斤清水冲洗管道。做完这一切之后，就再次关闭了排污管，洗手消毒完，回到生活区。小姨子指着那个形单影只的丧尸说：“他们应该没有视觉，但能感受到光。他们不喜欢太阳晒，会躲到阴影里。他们对声音非常敏感，能准确地跟进声音的方位。他们的移动不算灵活，但受温度影响很大。
温度高灵活，温度低就差些，嗅觉暂时看不出来。我听完点点头，和我记忆里差不多。今天的网络上都是求援的信息，政府的消息，一方面是鼓励大家继续坚持少出门，等待救援；另一方面，授权军队可以向被感染者射击。按照官方的说法，军队会先建立安全区，再逐步清理环境，扩大安全区。初步的安全区会建立在小城镇和乡村，因为人口密度低，感染者少，可以建立起防疫体系。看了看社区群，幸存者不少，但大多数都没有存货，部分人已经开始试图交换食物了。我有点后悔，怎么就没想起来把家里的监控对外，好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了。爆发第5天，避难所周围依然如故，安安静静，空空荡荡，只有那个丧尸在来回游荡。说来好玩，丧尸似乎不愿意弯腰低头，老头变成丧尸前关闭了厂区的移门，但人行通道却是半开，高度正好比他低一个头，但他就是不愿意低头钻出去，每次都是撞几下转身走开。网络上负面情绪开始蔓延，有些货色又开始兴风作浪，爆发之初海外什么都没有，一切岁月静好之类的言论，但是几乎当场就有身在海外的同胞发出照片视频来打脸。官方的发布除了反复强调尽量不出门，保持安静等待救援外，也发出了第一个安全区建立的信息，引来好评和期盼的同时，也有一些奇葩言论叫嚣，于是评论区又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尽发光。快来，有车！老公在耳机里叫我们的值班是我和公公夜班，我老公和妹妹白班6点至20点，7个小时一班，夜班5个小时一班。老公现在值的是白班的最后一班。我窜进监控室，看到屏幕里一辆白色 SUV 晃晃悠悠的驶来，车辆行驶的比较艰难，开到路口就停了下了。有人走下来看轮子，看起来应该是车左前轮漏气了。那人又上车向我们厂区开过来，看这意思是想进我们厂区躲起来换轮胎。我急忙翻看监控找那个丧尸，发现他在厂区的远端，虽然距离远，但和大门之间是一条直路。厂区移动门是车牌识别的，为了方便我备货识别功能还在，但仅剩记录功能，也就是说是个车牌都能进来，所以他直接就开了进来。当然我们隔着厚厚的墙壁是听不到，但从监控里丧尸的动作来看显然是听到了。开始走向大门，司机把车右转，停在了进大门的不远处。车上人看背后的大门关闭了，于是开始下车左右张望，发现没危险后走向门卫室，但他走了2步又停住了，看了眼车里，又回到了车边，看起来车里应该是还有别人阻止了他的探险。司机从后备箱找出一个小气罐，目测是补胎液，他拿出补胎液后就开始蹲在车的左前轮边上操作。我和我老公紧张地看着屏幕，那个丧尸已经走完了大半的路，眼看着他已经走进司机所在的那个画面，那个司机终于站起来，他正和车里人说着什么，突然回头看见丧尸，此时丧尸距离他也就10米远了。司机大惊，连滚带爬地冲进车内，发动汽车倒退到了主路上，车快速地到了门口，等门一开，忙一溜烟地跑了。我和老公长舒一口气，才发现手心都是汗，在为他庆幸之余，又想吐槽他，你倒是跑了，咋不把丧尸带走啊？爆发第10天，不出意外的水电都停了，而网络上此起彼伏的求救声也仅仅多坚持了不到20小时，最终只有太阳能路灯在那里了，坚强地维持现代文明的最后的尊严。没有了网络，我们也陷入信息茧房，只能看看之前存的电视剧电影度日，对外交流的沉默也让我们大家之间变得沉默了。为了避免大家出现精神问题，小姨子自告奋勇带队开始锻炼，我们也做出了限制，往后看电视时间要彼此监督，各自管控。不过意外的是，公公居然做出了一个微波天线，虽然信号很差，但至少我们可以收到一些电视台信号了。国家一台一直在滚动播放告国民书，省台就是紧急通知定频，本省的市台都没有信号了，隔壁省的省台和市台倒是有些播报。想来也是，隔壁省驻军多些，控制力也强，而且隔壁省是主工业区，工业能力和基础设施也更好，所以电力供应也比我们这里好。爆发后第15天，电视里看到隔壁省已经建立起多个安全区，最大的已经有一个工业区那么大，安全区内也有了工农生产，至少在采访中已经不仅仅是救助站了。而我们的生活也进入了第一个瓶颈期，这里的瓶颈不是生活物资或是废弃物处理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新鲜蔬菜和鲜肉终于吃完了。我们3个年轻人还好说，3个老人就有点不习惯了。虽然我准备14种200多公斤的 FD 脱水蔬菜，但覆水蔬菜终究没有新鲜蔬菜的口感，冷冻肉也是同样的问题。3个老人出现了明显的食欲下降。爆发后第40天，电视里出现播音员，就画面来看，应该是在某个仓促搭建播音间里，画面的绿幕效果都不是很稳定。好消息是本省建立了第一个安全区，安全区位于南部的山区里，原本那里是部队的训练基地，恰逢爆发时有部队驻训，部队发现灾难来临就建立起了安全区。部队在手忙脚乱中抵御住前几批丧尸的攻击后，就开始了主动出击，并救回大量群众。部队最远甚至出击100公里到了省会，电视台等也是这时候被接回安全区。电视的播报里建议市民群众根据自身储备和周边安全，自行决定前往安全区或在家等待救援，同时也播报了防御丧尸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家商量了一下，我们物资充足，防御坚固，
逃生方式可靠，没有必要冒险去安全区，还是留在避难所为上。老公突然提出个问题，现在这时候能像我们这样看到电视的应该不多，这新闻是给谁看的？公公一拍脑门，老了，都忘了收音机这玩意了。收音机应该早就可以用。我们大眼瞪小眼，谁也没想到要准备这玩意啊！我妈从包里拿出一个跳广场舞的蓝牙播放机，我这收音机早就坏了，只能听蓝牙。我准备拆开看看是哪里坏了。公公翻出螺丝刀，打开机器外壳，说道：哦，电容烧了，这个电容很常见的，拆个小电器就行。最终又拆了一个按摩椅，找到了电容更换掉。等修好已是晚上，我操作着修好的收音机，开始慢慢的找台，国家台、省台、市台，居然都有。当然内容大同小异，哪里有安全区，加根据自身情况前往。公共的维修效果出奇的好，不但正常的电台能收到，居然还收到了本地军用机场的塔康信标。突发奇想，我在手机上翻了翻，找到曾经遇到的一个北方无线电发烧友 DB 的频道，尝试着去收听。是丧尸，很多丧尸。电台里突然出现的声音吓我一激灵，那声音压抑又惊慌。丧尸太多了，像潮水一样，根本望不到边。从北方过来的，是尸潮。北方？我记得他是北方1300多公里外地方的人，比他还要北，那不是国外来的了。小姨子凑过来说，丧尸低温活性差，往南迁移说明丧尸具有低级生物特性。生物特性？难道丧尸还有繁殖能力？我老公再次表现出惊奇脑洞。我想了想，拉着老公回房间，从学习资料里找出一部影片，内容省略1万字。我老公脸都绿了，我也有点想吐。回到客厅，小姨子拿着一张纸向我们展示，按照楼下那个丧尸的移动速度，200米走了3分钟，1小时大约4公里，比人的速度略慢。因为白天太阳晒，他们怕阳光，所以每个最多走8小时。1300公里大约要走40天。考虑到路上穿城过市、越河跨沟，还有找地方躲避阳光，我在体验服没见过丧尸也不奇怪了。前几天的大雨把发电玻璃冲刷得干干净净，这几天发电量高得离谱，一天80多度，加上1个月来确实没有声音外泄，我们也放开了噪音限制，回归正常。因为电力充足，水培蔬菜喜获第一次丰收，老人家们食欲不振的问题得到了缓解。最大的惊喜来自芦丁鸡，本来我是脑子一热买了1笼，公15母1，共16只，本想着作为新鲜肉食的补充，谁成想居然开始下蛋了，但带来的直接问题是食品消耗量增加，毕竟我们没有规划鸡的食物，也没准备种主粮。经过5天的观察，确定如果我们16只鸡都养，只吃鸡蛋，主粮大约要减少1个月。如果每6个月到窝一次，做蛋鸡替换，会缩短3个月。经过民主投票，最终决定15只母鸡留下9只，每9个月报窝一次。爆发第55天，本来前世公公和婆婆失联的日子，现在我们两家的住房隔河相望。之前体验服最开始我们还能用手电的闪光互报平安，但直到最后再也没有了回应。而现在全家团聚在避难所，虽然不见天日，但终归全家安康。所以今天我们组织了一顿盛宴以示庆祝，比之珍藏的酒水饮料乃至甜品冰棒都有。我和公公在仔细评估安全并做好防火措施后，联手烤了羊肉串和羊排。正在吃饭中，电视里定频播放的告知一闪，出现了播音间和主持人紧急播报。多股从北方南下而来的丧尸攻破了北方多个省份的小型安全区和居民点，造成大量新的感染者，尸潮被进一步增强。目前尸潮正以3至5公里的时速继续南下。大家正放下碗筷，看着视频里丧尸依靠数量优势堆积到安全区的边缘，一点一点累积到与围墙同高，最终翻过围墙翻入安全区，大肆屠杀。爆发后第70天，那天看到尸潮的攻击方式后，我和公公仔细地检查了一遍防御体系，尤其是楼梯炸毁后的平台。为防止出现丧尸堆积到合适高度站上平台，我用剩余的水泥把平台做成了斜面，以防丧尸站住。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第一批芦丁鸡蛋孵化出来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可持续肉食计划顺利地前进了一大步。爆发第90天，根据电视台报道，南下的丧尸大潮前锋因为温度的升高，在10天前停下了南下的脚步，而仍有后续丧尸在向狮群集中。在狮群盘踞在北方400公里之外的大河北岸几个月来，各地的安全区越来越多，最近的安全区距离我们只有50公里。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小安全区围墙虽然在努力加高，但它是面对尸潮，也不会撑太久。污水罐经过3个月的使用，底部已经沉积了相当量的固形物。今天正好下雨，借着降雨的掩护，我们把污水罐彻底排干水分，沉积的固形物也通过底部的排污口取出。现在电力过剩，把所有的加热设备都拿过来，争取把水分烘干，挤压成块，堆到固废那边。全家换上防护服和主动呼吸器，我老公盯着监控和猫狗，其他人到储罐操作。首先是把黑水箱倾倒掉，然后用污水罐上层的排水口先简单冲洗黑水箱，再用84消毒液稀释后浸泡污水罐下层，排水口打开，开始排水。这是最紧张的时刻，速度也开得慢，
大约用了1小时才把水排完。问了一下老公，丧尸在大门口躲雨，污水罐底部的排污口比较麻烦，一方面是沉积物，而且高度低没办法直接引到排污管，另一方面是怕过多固体堵塞管道，所以这个排污口是开放的。再次检查排污区与生活区储藏区的2道门是否关好，原本厂家就设计了2道隔离门，施工的时候也都安装到位。公公和我推着小推车，车上是一个150L 的不锈钢水箱，婆婆掌控排污阀门，我妈负责装完后用小盆接万一的滴漏，小姨子负责操作压缩机，现在也已经关闭了臭氧发生器，一切就绪。阀门打开，黑色的像半融化的巧克力一样的粘稠物涌入，即使自主呼吸器努力工作，仍不能完全阻止那股恶臭。装满一车，关紧阀门，我和公公用力把沉重的小推车拖向固废处理间，关闭紫外线灯，打开门，确认臭氧浓度不影响工作，就进了隔间。压缩固废的挤压机槽里垫了多层的纤维布，机器底下也特意放了一个大盆，用来接挤压出的污水。我和公公一勺一勺把粘稠的沉渣掏出来，倒进挤压槽，装到大约8分满，把纤维布一层一层的盖好，启动电机，将挤压板逐渐对到位置上，开机挤压。因为怕把纤维布胀破，所以下压速度不快，下压力也轻柔，正常20秒就能压好固废。我们操作了2分钟，最终变成了扁扁的一块泥板，或者叫泥片。这要是写上字，过个几百年被发现的时候，算不算史料啊？公公的笑从呼吸器里传来，有些闷闷的，我也笑了。万一他们要研究一下泥板的成分，会不会当场吐出来，然后被定罪破坏文物？欢声笑语中，一片一片的泥板被堆积在一起，都挤压完，搬来2个电油厅取暖器，趁着电力充足，赶紧把这些都烤干，不然还是会有恶臭和生物风险的。爆发后第150天开始降温了，降温并不意外，在经过这么长时间后，国家在安全区已经恢复了部分社会职能，包括天气预报在内，是第一批恢复的公共服务。我们在庇护所其实不太能感觉到温度变化，毕竟冷库的保温层对内也对外，保温层保冷也就保热温，温暖湿润人造光充足的种植区，水培植物生长得极为茂盛，特别是像生菜、韭菜这些长得快的，我们已经收获多轮。就在我们开开心心的种菜养鸡时，小姨子突然在耳机里喊了起来：“出事了，快来！”回到客厅，收音机正是地壁惊慌的声音。他们又来了，比上次还多，全是外国人，他们数量多到道路已经挤不下了。此后1周，我们一直在地壁大佬的频道里度过，听他描述丧尸潮的规模，听他因无法外出寻找食物困扰，听他盘算家里食物还能坚持多久。电视里，国家宣布将通过空袭炸毁桥梁，切断丧尸群南移路线，并在丧尸群集中到河流北岸时集中消灭丧尸。此后的50天，从祖国最北端向南，每隔几天就会听到哪里大桥被炸毁，哪里的丧尸群被消灭。爆发第220天，气温接近0度了。作为应对，我们检查了全部的水路和取暖设备，为了避免管道冻裂，我们也特意做了长流水准备。而我们水培种植的作物则是能收割的尽量收割，实在受不了的就集中到一起，加了一个循环泵做成长流水。丧尸已经移动到了我国中部，这里河网密布，河流将丧尸群切成一块一块的，既缩小了规模，又限制了活动范围。低温导致丧尸移动缓慢，这些条件综合起来，使得这里成了消灭丧尸的极佳环境，完全不是军队的对手。从而在实际上，北方相当于已经结束了本次末世，开始了重建。我国南方的丧尸则由于我国无力清理而继续向南迁移，而丧尸离境的短暂机会也被我国领导人抓住，摧毁了桥梁，避免我国丧尸继续南侵，也切断丧尸群北返的路径。当然，我国边境并不一定都是河流，所以有些炸毁的桥梁是在国境以南，邻国也并未表示反对。我是小叔，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为了这次末世做的准备没有任何一点是多余的。爆发后第435天，南北方的秩序已经基本稳定，可以很确定地说，丧尸也已经清理干净，中部地区的丧尸也被一块一块的清理掉，距离我们被解救也不远了。今天的新闻说到了我们这里，毕氏最近100天内未发现幸存者，也没有收到新的求救信号，因此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丧尸群，国家决定将在10天后通过投放饵料，将毕氏周边河流河围区域内的丧尸集中到毕氏，通过核武器进行快速清除。本次计划使用的核武器具有体积小、威力大、辐射残留小的优点，是我国科学家独立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我们一家面面相觑，毕氏集中清理核武器，那不是要把我们炸了吗？这 TM 藏得好就该吃核弹啊，咱们这应该扛不住核弹吧？想啥呢？收拾东西准备跑吧。2台车都是时刻准备着的，虽然1年没有用过，但从指标上看还是好得很。我和公公合计了一下，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走。第一，我们走了，避难所还要继续封闭，可以留到灾后，万一重建还能捡点东西。第二，出发前这段时间要吃好，保证有充足的体力和精力应对路上的变化。第三，我们现在去安全区，虽然那边实行配给制，不过自己带去的物资并不会被征用，仍属于个人。第四，虽然货币继续流通，但现金终究不便携带，我们需要点硬通货，还没有种下去的作物，种子全部带上，芦丁机全部带上，鸡蛋都煮好带上，主粮一部车带一袋，豆子也是每种都带一点，用作种子。之前做的炸药、
分成200克的小包，每部车2公斤，用来自卫。脱水蔬菜、各种辣酱组合起来，一共120公斤，放车外的笼子里。每人额外带3套衣服和10套内衣袜子。最后是电池组和电器，就当做车体的防御，又是未来生活的物资。出发前，首先要把园区里那个丧尸处理掉，不然太影响我们准备工作开展。处理的方式也很简单，往电梯里放进一只鸡，吸引它进电梯，关门，然后切断电源，一切都很顺利。扑通的母鸡迅速引来了丧尸。在丧尸进入电梯后，我们在4楼按键关闭电梯，电梯开始上升后立即切断电源，然后就是听到鸡的一声惨叫。看监控里，丧尸把鸡吃完就开始在里面游荡。为了确保安全，我们放了3只鸡出去，在园区游荡1天1夜后，见它们依然活蹦乱跳，我们才穿上防护服，从另一部电梯下到1楼，动手拆除假墙。墙拆完也就到了政府放诱饵引诱丧尸离城的日子。我们从监控里看见，一架固定翼军用无人机低速在城市上空盘旋，时不时扔下一些活物或大声播放音乐，将丧尸从各处引诱出来向城北集中。我们也首次放出无人机，在空中和返回基地的军用无人机打了个照面。第2天换班，军用无人机在相遇的位置投下了一个包裹，我们用无人机调了回来。经过反复消杀后，发现里面是一个军用对讲机和一封信。信里第1部分确认撤离时间、路线和对接方式，第2部分是关于隔离消杀的要求的指引，第3部分是安全区关于个人物品保和基于配给制分派工作的说明，最后一部分是安全区急需物资的清单。看完信，我有了新的想法，我们在保存好自己的物品之外，其他的物品我们完全可以和政府分享，以换取一些特殊照顾。毕竟我们一家人属于劳动力的只有3个人，3个老人显然在配给制生活里不占优势。经过和政府的协商，我们所有的电器、电池和车上的物资属于我们自己，其他的物资我们和政府对半分，以此换取3个老人不工作也享受正常待遇的条件。另外，政府将派出部队来接应我们，并搬运物资。等待了2天，在丧尸被引走的第2天，我们在监控里看到了驶来的车队和那骄傲的红色旗帜。我知道，我的末日求生顺利结束了。